月底去完台南四草以后，主周接着就开了马祖东引团。这趟东引之旅原本计划好要划 SUP 环岛，但是预报端午节这几天东引吹南风，风速高达6级以上，应该只剩下东引北面可以划了。新台马轮内部很干净，航行平稳。睡了一晚，早上起来看日出后，就顺利的抵达到东引。连假来到东引的人非常的多，吃完早餐补眠到11点，就来到一家地下餐厅吃午餐。这是一间无菜单主题餐厅。今天不出去，明天他能拿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今天不出去。虽然还有点小喝，但是都还没有吃到淡菜，调回来熟成一个晚上。一边吃餐点的同时，解说员会介绍战争时期的文化，一边吃着料理，一边感受着当时戒严时期的氛围。吃饱后，来到附近的一家咖啡店。这家咖啡厅是由当地的老房子改造成的风味屋。这里很多文青的小巧思。下午没事，就来安东坑道挑战一下体力。这条长达600多公尺的地下坑道，是过去驻军的重要地点。安东坑道是在战地政务时期开凿的，里面还有寝室、会议室和弹药库等空间。有啊，一个一半。当年驻守在东引的军人，很多时间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。走在坑道里，潮湿的空气和昏暗的灯光，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当时的生活样貌。东引最有名的地标，大概就是现在要来的这座东涌灯塔。这座灯塔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，从清朝末朝一路使用到现在。爬上阶梯，可以看到东引的开阔海景。
早安，5点半主揪看完海况，就通知大家准备下水。今天要从景观海岸向西滑，途中经过中柱桥到西引岛。因为吹着南风，所以从北面下水有一点陆地和防波堤可以挡一下风。我们随着地形和风向，沿着山壁滑，尽量往内一点，靠内滑，靠内滑，往那边滑，因为这边风会往那边吹。出了湾口，风变得稍微大一点。往里面啊！往里面啊！他们说往里面滑。团友提醒着要靠内滑。赶紧下切，和团友会合。我来了，撞到你了。哦。真的太难了。我觉得，撞到你了。靠近桥边，水感觉很平静。我没有带那个铲子啊，刀子放在家里。其实潜水刀放在民宿里，下水前忘了带出来。要靠得非常的贴贴。大家在这里稍作休息，整顿一下。拿小吗？拿小。对。等一下，前面那边这边是有。再次沿着中柱岛的山壁出发。
然会撞到礁岩。第一次慢慢划着东引的海，本来一度以为这趟都江路游。在来之前，还为了来这里环岛，特训了2个多月，找教练上进阶课，学习正确的发力姿势，板子也换了适合海滑的尺寸。其实，就算最终没有环东引，也是得到了很多的收获。终于到达了这个海石洞。有啊。这个湾口整个风平浪静，这样好了。一滑到里面，别有洞天。那等什么？开挖？那边真的很大哎。对啊，这个超大颗的，这超大颗，也没有人进来这里啊。对啊。探险频道。对啊，旅游探险频道。啊，那个可以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摸，可以摸。它应该不会咬人吧？它咬你嘞。但就是你拉不起来啊，你没有装工具，你看我们用手，对啊。你在挖什么？我手。哦，哈哈，好看，很专业。哦，好大哦！他说这是最贵的藤壶。比较贵啊。长在什么上面？黄膜是差不多跟拳头一样大，但是通常都是缠在。好多的鹅颈藤壶。带着吗？你们带着吗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独立的，这个也超大颗，这里。对呀，这里，这个。有没有带着吗？等一下。缠它。好，你先不要动，拍照。采收完毕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返航。不过，湾外的那道岩壁上的风非常的强劲。哇塞！对，刚往右滑，我不然要飘出去了。要非常小心才是。这里的风真的很强，一定要很专注的滑。你可以吗？结果
队友忽然卡在旁边的礁石上，吓了我一跳。我也很难，好不好？分心的状态下，一下子就被风吹歪了。我很想啊。你又不想去进来？旁边。不要管我，我可以啊。在12尺长的板子上，侧身受风面超大，根本极难回转。干脆顺着风回到刚刚的海石洞外，重新整顿好再出发。我绕一圈，你先过去。对，我那边风太强，我过不去。队友很紧张，但我也无暇回应他，赶紧向前滑。相机都被风吹歪了，只能一直拍着板头。终于滑到安全的海石洞内。先拿下这顶帽子，刚刚被风吹到都看不到路。直接被吹歪了。团友担心我滑进来了，这次不能再分心了。终于顺利地滑到避风处。小心要撞到你，小心哦，要撞到你了。目前是顺风啊。对呀。会不会等下被吹到外面去啊？对，直接。我会吗？直接对着夹角旁边。好，那我往里面弯一点。不用。不用啊。不会被带出去。直接往夹角就可以了，就不用再绕进去了。哦。要看地形地物的判断。这里要怎么看？没有，看风的风向啊。可是刚刚风是往这边吹的啊。对啊，现在已经改变了，所以可以直接切。如果往这边吹，我们就要躲的那个下面过去。那现在是往这边吹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风的速度在走。好。我这个就是在靠地形地物啦，或者借着风力在走，会比较省力。就要看，快点。好。穿到对面夹角。跟着资深的前辈出来玩，果然学到很多的实战经验。不过因为太刺激，一路上都忘了相机。
船坐船。虽然都有录到过程，不过角度都很奇怪。一样靠岸滑的。终于平安上岸咯。前辈说他要玩水艺。千里迢迢从本岛带过来，还是要玩一下。真心觉得水艺就算是沉下水，看起来也是很优雅。相对冲浪的啊，你跑到浪上，你站在它浪会带走。哦，对，那水就是它在冲浪的。如果有浪，它会把你带着走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动啊。那边抓龙，抓龙。午后，我们来到国之北江看夕阳。吃喽！赞！哎，干啦！一大早就要搭船到南竿去，这是我和队友的最后一个行程。第一站，先来到充满酒酿香气的八八坑道。眼前这条充满酒香的坑道，过去其实是军事用途。八八坑道原本是战地时期开凿的坑道，后来因为里面一年四季维持着稳定的温度和湿度，被马祖酒厂拿来存放高粱酒。它有那个高粱酒的味道，年份啊，对，还有名字，入桶日期啊，那个铅笔是谁做的？铅笔。拿出来了，104，继续放就升高了。现在是115嘛，那么可能就是要放到。当然中饮也有，你看这个一桶，这 number one， 这一桶这是经典的，这是要那边它这个酒啊，酿了多久？2-3个月左右，这116。感受一下，好凉哦，还是咻咻的，水那个咻咻。我们要感受一下。好奇怪哦，这水怎么倒不出来？这拿来洗澡吗？有点咻咻的感觉。熏熏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可能是那个石头缝是有人带一些那个带一些刷啊。我觉得要洗澡。
太热了。这个给你。对，它可以消淡。说你是不是加油？对呀，就是全岛这。这很旧，木屋的，马青专用，可以住宿，马祖青年专用，划龙机发电，刚刚摸完，后面那个建筑物。那个重建之后会变成水泥屋啊，整变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我们来到富人咖啡馆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对，我爬上去过，那个阶梯有爬上去过，但是我没爬到最上面。哦，很高吗？那时候应该还没。哦。对，我等我上。他们去喝酒了。准备了。准备走的时候我先下来啊。他这有帮忙做路。那可以做到现在这样。对呀。就这样结束了马祖的端午节行程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